我是史东，是个教昆虫学的大学老师。我爱玩虫，有时也被虫玩，快会痛哎！接触昆虫30-40年，不管是在森林、草原、土壤以及水中的环境，这些神奇、诡诈、凶残却也美丽的虫族，一直吸引我的目光。你无法预估在找虫的过程中会有怎样的惊奇和收获。旅途常是舟车劳顿，但虫却让我乐此不疲。我是史东，欢迎来到我的昆虫旅程。水是许多生物赖以为生的重要资源，也是鱼、虾、两栖类、水生昆虫等栖息、摄食和繁衍的场所。台湾有131条重要的水系，它们就像血管一样，深入每寸土地。从一个小小的散涧，泉水汇集而成小溪流，再由小溪流汇集成一条河川。水也成了水生昆虫一整个生活史或部分生活史中重要的生活物质。水生昆虫的种类约占昆虫种类数的3%，比起陆地昆虫的种类数是少了很多。但不管是流动水域，或是静止水域、湿地、埤塘或水稻田里，只要深入水中的石块细缝、河床底层、水生植物的甜水茎上或水面上，都有我想要找的水生昆虫。在这片水域里面，除了我们熟知的虾啦、鱼啦、贝啦、螃蟹等等以外，还孕育了相当多的水生昆虫。在这里面有我想要找的台湾最大型的水生昆虫，我今天就从这里开始找起。这里有陡峭的高山和深谷，是河川的源头，溪水清澈，食物来源充足，是许多动物生活的天堂。这个区域的水生昆虫虽然体型小，但是却占了其中无脊椎动物总量的95%。它们到底藏哪？我找出来让大家看看。要到水里面去找昆虫，必须要有好的装备。这些装备呢，可以保护我们身体，避免被水弄湿了。好，现在可以出发了。哦，有水皿了。这个水皿呢，在水面上滑行，就好像我们在看奥运的那个溜冰选手一样哦，非常的快速，而且呢，姿势相当的优雅。身体细长的水皿是种生活在水面上的昆虫。静水域的池塘、水洼或是河川的缓流水面上，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行踪。水皿的中后足细长、发达，以茎节、腹节接触水面，上面还布满油脂毛虫，既可以防水，也可以在水面上滑动自如。短短的前足不做滑行用，是用来捕捉猎物。它们在水面上呢，其实是以水面上落下来的这些小昆虫呢，作为捕食的对象哦，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优雅哈，其实它是肉食性的。我们不要吵它哦，它现在呢正在吃一只掉在水中的这个蚂蚁。你看，它的刺吸式口气呢插到那个蚂蚁的身体里面，所以这只蚂蚁呢就变成这个水皿呢它的盘中孙了。针状的口气中央距中空的巢，取食时先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液，再将初步消化后的体液吸入消化道中。取食猎物时泛起的水波，常常也引起其他水皿的注意。抢夺食物或分一杯羹的情况
也时常发生。真是太神奇了哈！一群水母呢，就堆叠在一个我手掌大的这种石头上面。显然呢，在这石头附近呢，有很多它喜欢吃的东西。栖息在上游溪流的水栖昆虫，因为溪水的溶氧量高，遭受污染的情形比较少，所以水质相对比较好。像大石头的缝隙与裂缝，河床底的小石块或沙砾间，就有我要找的食蝇蛀虫或石餐蛾幼虫。在这里面呢，就有石餐蛾在这里筑巢了哈。你可以看到这些小石头呢，都被固定在这个大石头底下，所以有石头的时候呢，这个石餐蛾呢就用石头筑巢。像这些枯枝落叶呢，也是石餐蛾呢很重要的筑巢的材料哦。在这个石头屋呢，最上面这个石头呢，还有下面的这些小石头，这中间呢其实是用丝呢把它粘在一起的。等一下呢，我来把它拆开来，看看里面呢到底躲着什么样的昆虫。哇，你看，这里面躲的不只是石餐蛾，还有水菜呢。在水里面哈，在胸部呢可以看到呢有3对角，而且呢，你看它黑色的头部呢相当的长哦，有一点呢就像橡皮虫一样哦，而且主角式的口器呢就长在这个头的最前方，所以被咬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痛哦。石餐蛾幼虫属于激流里大型的水生昆虫，像极了住在水里的蚕宝宝。它体内有发达的捐丝线，会吐丝。它们利用丝将碎石锐结成网状巢，躲在里面，可说是昆虫界的建筑师。依石餐蛾的种类不同，虫巢型也有所不同。这个网巢不仅是石餐蛾幼虫的家，更是它用来捕食猎物的陷阱。前方有一开口，让有机漂流物、碎屑或藻类飘进来。为了避免自己被强劲的流水冲走，特化的臀足，或称护足或尾足，有一间细小的钩状构造，勾住巢壁，稳定住身体，只要一张口就能取食。有了，这里有一只石蝇。之所以称它为石蝇呢，就是因为它喜欢躲在石头缝底下。它躲在这里呢，其实是喜欢呢在水里面呢吃水中的其他的小生物。石蝇呢喜欢干净的水域，而且是流动的水，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指标生物。你看，它为了减少水流阻力，外形特化成扁平状，身体明显分节，还有2根尾毛。水中的空气少，溶氧量不到空气中的1/1000，呼吸就靠体侧靠近足基部的鳃来进行。它们存在于我，种类多少及数量多寡，可作为监测溪流水质是我遭受污染的指标。除了翻找水生昆虫爱躲藏的河床石头，还可以利用特殊工具采集。水生昆虫的采集方法和陆生昆虫有些不同，因为呢，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就好像在大海捞针一样了。这个时候呢，只好用一网打尽的方法。这个是苏泊网，这个苏泊网的设计呢，就是用一个长宽各50公分的网口，这个网口后面呢连接着网带，所以呢，我只要把这个网子呢，把它放在一个我要调查的区域里面，然后下面呢，我利用石头呢来把它固定。固定好了以后呢，等一下我翻搅这下面的石块或泥土，在里面的水生昆虫呢，它就会浮上来。一浮上来以后呢，就被水流冲走，就冲到这个袋子里面。所以等一下呢，我们翻找好了以后呢，再来检查这个袋底部呢，看有哪些昆虫，我就知道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到底有哪些昆虫在这里生活。采集水中的昆虫，因为水的阻力较大，所以网框要较坚固，网带要较浅。将虫网面对水流，利用网框将河床底质扰动，这样躲在隙缝中的水生昆虫才能随着水流入网中。在设置水中采集网时，要注意
不要设在水坝或电厂下方，放水将造成水位暴涨。下大以后也不要设置，因为水流湍急或浊泥变多。不要在工程施作的下方，水容易混浊。利用昆虫作为指标生物来调查这一条流域呢，是否受到污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昆虫呢，因为栖息在水里面，它的体积很小，所以只要稍微的水质改变呢，它就会马上反映在生存的这种视存值上面，所以它的数量呢马上就减少了，所以是非常的灵敏哈，比其他的检测指标呢更令人信服。苏泊网呢，它的长宽呢各50公分，所以放在这个水底下呢，其实它的面积是固定的。另外呢，它的高度呢也是50公分，所以等一下翻上来的这些水中的这个昆虫呢，都会被捞在这个网里面。所以每一次你在不同的地点采集呢，你采集的那个长宽呢是一样的，所以采集到的数量呢就可以用来比较。那这个比较呢就有意义哈。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哦，发现了，这里有一只石苍蛾的幼虫，它在水里面呢会倒退着走哈。好，我把它抓起来，放在旁边，等一下可以好好来观察了。这里还有一只，一样，这也是石苍蛾哦，它种类不同啦。依照苏博士采集网采集到不同种类的水生昆虫以及数量的多寡，可以用来判定河川水质污染的程度是到哪个等级。在这里呢，我们捞到了很多的水生昆虫，表示这个地方呢，它的水质相当的干净，是一个非常好的河川。但是它还是没有我要的啊，我还是要继续去找我要的水生昆虫。在流动水域里，除了石蝇、稚虫和石苍蛾幼虫外，河床底还能翻出什么样宝贝呢？容我带上蛙镜，往这片水域好好观察、搜寻一番，再把一只只躲藏、伪装的水生昆虫请出来。河川行至中游，不仅河面变宽，流速趋缓，河道也趋蜿蜒。河两岸的落叶、植物碎屑落入水中沉积，成为某些水生昆虫虾、蟹的食物来源。所以在缓流区石块底下或泥沙落叶沉积多的河床底寻找，就可以找到喜欢这种栖地的浮游稚虫。在这石头上面呢，有一只浮游。浮游呢，除了2根尾毛以外呢，中间还有一条中央尾丝，所以你看到后面呢，好像有3根毛，其中有一对呢是尾毛，中间那一条呢是中央尾丝。浮游稚虫的步足向两侧延伸，身体扁平，不仅适合在石缝间爬行，还可以减少水流的冲力。腹部两侧的鳃不停快速地扇动着，那是在呼吸。和石蝇、石苍蛾等幼生期生活在流动水域底层石缝中一样，浮游的稚虫也是利用气管鳃来获取水中的溶氧。从腹部两侧延伸出去，裸露的对称片状物或毛状物里有许多细小的气管与微气管，用来帮助在水中进行气体交换。它们就是昆虫学家常称的气管鳃或是护鳃，再配合扩散作用进行呼吸。那浮游呢，朝生夕死，可是呢，浮游的稚虫呢，却要在水里面呢待1到2年了。它要脱皮30-40次以后呢，才有办法长成浮游成虫，飞出水面。飞出水面以后呢，浮游朝生夕死，它只有1天的生命啊。所以飞出水面的浮游呢，第一个工作呢，就是赶快找到交配的对象，然后呢，赶快产卵。然后产完卵以后到水里面呢，它的后代呢又要再过在水栖的生活里面呢，又要过1到2年以后才有办法再飞出来一次。所以浮游虽然朝生夕死了，可是呢，它为了要在世上呢存活这1天，在空中存活这1天呢，其实在水里面呢付出了相当多的代价。浮游稚虫保水性差，不能离开水域太久，我要把它放回水中，让它继续往后的生活史。不止鱼虾、藻类、水生昆虫，在森林里水域附近活动的还有一些山鸟。在中低海拔山区多砾石的溪流附近，常见牵涉水东在水面上
扑抓空中飞行的昆虫。除了水中、水面上空活动的昆虫，沿岸植物丛里的陆生昆虫也是山鸟们猎捕的目标。这只螳螂就这么的成为紫啸东的到嘴的肥肉。弱肉强食是自然界不变的定律。除了刚才的捕食行为，这片水域里还有一种指标生物——水蜈蚣。哇，这上面有一只水蜈蚣，一直在乱跑。水蜈蚣呢，其实很喜欢呢，在这个赖区呢，可是水流流动的地方，它这样子呢，就躲在这个石头缝底下呢，它是自由的主动去寻找这个猎物。因为跑得很快呢，我必须要把它装在这个玻璃皿里面呢，才可以好好的来看它。这只水蜈蚣呢，其实是石羚的幼虫，它在河川的这个激流里面呢，因自由生活，去捕食其他的水中的小生物。那为什么称它为水蜈蚣呢？其实是因为它的腹部呢，两侧呢各有一对像角一样的东西，这是夹角，我们称它为尾足。你看真正在动的呢，只有前面那三对角哈，就是黑色的头部，还有后面的那个胸部前胸，这三对角呢是真的在动哈。其他的这些呢都是尾足哈，但是整个体型看起来呢就像蜈蚣一样，又生活在水里面，所以又称它为水蜈蚣。肉食性的水蜈蚣是石羚的幼虫，栖息在激流下的石头间，有着酷似蜈蚣的外形，是凶猛的肉食性水生昆虫。在腹部各节的两侧有丝状的凸起，像是蜈蚣的脚，这是水蜈蚣用以呼吸的腹鳃。这些不断摆动的丝状构造，表面积大，而且也薄，能有效力的吸收氧气，帮助水蜈蚣在水中呼吸。水蜈蚣不仅体型大，口气也很发达，一对前状大颚很像蜈蚣的毒牙，专门捕食小鱼、虾和弱小的虫子。强劲有力的大颚一运作，就能利落地切割猎物，配合口气整体运作，将食物往消化道里送。水蜈蚣羽化之后就是石羚，在陆地上生活的石羚，外形上拥有细致的刺脉纹路，和幼虫期的外形截然不同。这片水域里的居民，除了躲藏在河床石头细缝里的虫外，在天上飞的这群千年目的家葱、幽葱和少部分的细葱科的豆娘们，也喜欢在流动水域附近活动。豆娘的外观乍看之下和蜻蜓很像，只是它的体型通常较纤细，具有两对外形相同且透明细长的膜质翅膀。停栖时会将翅膀全束拢在胸部背面。交配前，雄虫会先以尾毛特化的把握器夹住雌虫的前胸背板示意，雌虫可以不做反应以示拒绝。一旦接受邀请，雌虫就会将腹部往前勾向雄虫腹部生殖器。这个形状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浪漫的爱心形状。前身艳丽，带有金属光泽，外加两片薄透如琉璃的深蓝色翅膀，这是白质家葱。它是台湾常见的溪流豆娘。雌雄虫最大区别就是雌虫翅膀前缘有个明显的白色斑点，这个特征是在野外分辨雌雄虫最快的方法。和其他千年目昆虫一样，白质家葱雌雄虫交尾的方式也是形成爱心形的样式。等到交配完成后，白质家葱的雌虫会独自去产卵，雄虫则在雌虫附近担任守卫的任务。雄虫总会挨着搜寻产卵点的雌虫飞翔。雌虫产卵时，雄虫就停在附近的石头上或甜水植物上警戒守护，目的是在隔绝其他虎视眈眈的雄虫前来求偶。多是雌虫习惯停在水边石块边，将卵产入水中，或将腹部深入水中，半潜的将卵产在水生植物茎上。一有风吹草动，便马上飞到其他地方躲避。
隔了一段时间后，才又回来继续产卵，或者再找其他地方产卵。潜水产卵得承受极大的水中阻力，还极有可能被水流冲走。怎么保持动力，冲破水面压力，得以全身而退？白枝家葱得用尽一切气力才行。他成功了，这是我玩虫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观察到白枝家葱完美潜水产卵的过程。再看一次完美的出水镜头，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离开了森林溪流水域，下一关我要深入湿地、埤塘和水耕农田里，开始寻找净水域里的昆虫们。这里是国立中兴大学新化林场的池塘。台湾像这样大大小小的池塘有1万个以上，除了具有防洪以外呢，也兼具了灌溉的功能。现在呢，我希望能够在灰暗呢寻找看看有没有我要的虫。找到池塘以后，要小心脚往哪里踩。我够聪明，找来橡皮艇帮忙。但是要驾驭它，不是件容易的事，得熟悉划船技巧。在溪流里面找虫呢，其实容易控制我们自己哈，可是要操纵这个船呢，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台湾早期埤塘最主要的功能是农业的灌溉和储水，甚至利用埤塘养殖生物，可以食用或赚钱。埤塘提供生物居住、觅食、繁衍的栖所，更进一步有保存物种及基因多样性的功能。这个地方呢，不是很多人能够来的，所以呢，它维持了最原始的形式。我来到岸边了，在这岸上呢，我可以看到呢很多挺水性的植物，在水面上呢还有很多的植物在这生长。水生昆虫的采集捞网呢，跟陆生的就不一样了哈，因为这个网带呢不能太长，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低型网。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要水平的哈，就是要呈直线的，这样呢，它挥动网的时候，可以接触到的这个植物的面积呢就会更大。在这岸边呢，很少人来到这里，所以它维持得很自然的情况哦。我准备要找的水生昆虫，潜伏在水生植物下，和那片泥泞的沉积土中。找到了，找到了！这片埤塘有我想要找的净水域水生昆虫，它们喜欢躲藏在水中植物的缝隙间，要让它们乖乖现形，可没那么容易。在这个沼泽地啊，走起路来哈，非常的辛苦哈，好像拖了几千斤重一样。浑浊的水质又要考验眼力了，但我乐在其中，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次会遇到什么。好家伙，是水螳螂！水螳螂是在埤塘或湿地水域里活动的半翅目蝎鹑科昆虫，平常栖息在静水或水草丛间，有着如枯黄叶子般的体色，体型非常苗条。你看，连它的3对足都细细长长的。用来捕食的第1对足，腿节、颈节也特化成有如螳螂一般的镰刀状。和之前在流动水域中用气管鳃呼吸的水生昆虫不同，水螳螂用的可是呼吸管。这根呼吸管是由腹部末端的2根尾毛合并而成，呼吸时就把呼吸管伸到水面上来呼吸。当足够的氧气存在体内时，水螳螂可以进行短距离的移动。它游泳的姿势是不是挺优雅的呢？哦，它找到了一个可以伏击猎物的好位置。看它把后面的2对足勾住植物挺直的茎部，前面1对捕捉足呈现猎捕的准备姿势。猎物上门喽！哇，水螳螂出手好快，一把勾过来一只绝解。看到它这对小镰刀状捕捉足的功用了吧？
那个在头部下方刺吸式口器的外壳，看起来也深具杀伤力。注入消化液，吸干猎物体液。那一头，另一只水螳螂正在清洁它的捕捉组。这算是装备的定期保养程序。一发现猎物闯进狩猎区，毫不犹豫，咻的就快速出手了。那对捕捉组稳稳地固定住决绝后，刺吸式口器猛地穿刺体表，开始不停地吸食。决绝就像被吸血鬼掐制，只能任由水螳螂摆布。净水液里头是蚊子幼虫决绝最多的地方，食物来源充裕，栖地环境又适合水螳螂躲藏，难怪它们可以成为这一方的霸主。再往其他区域找找看，同为靴村科的红娘华似乎也在这片水域里。除了这个岸边的植物会有昆虫以外呢，其实在这池塘的底部呢，泥沙上面呢，也会停着很多的水生昆虫。没有。哦，我看到了，有一只红娘华。哇，这只红娘华体型算是大的哈。你看它的前足呢，就像螳螂的捕捉组一样，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呢，它一定是肉食性的哈，就是说它捕食水中的昆虫或者是小小的鱼类呢来为食哈。红娘华是常见大型而凶狠的水生春象，和水螳螂一样，都属于半翅目蝎鲀科。身体宽扁，长得像蝎子，但是和蝎子最大不同是它们只有3对脚。它的中后脚很细长，没有细毛帮助游泳，行动缓慢。蝎子腹末具有一弯曲的尾波，而红娘华却没有，但它们却有由尾毛特化而成的呼吸管。红娘华在水里面捕食了以后呢，它好像我们在浮潜的时候的用的那一根浮潜管，所以当它在水底下呢捕食的时候呢，它是闭气的。等到它需要空气的时候呢，它就浮上来，然后水面在这里，所以就像这个呼吸管呢，伸出水面以后呢，就可以开始换气了。等到换完气以后呢，它又下去了，所以它就在这个上面呢，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是水生昆虫呢很特有的一种呼吸方式。在水中，红娘华的行动十分缓慢，为了捕食，它们常匿迹在水草之间。如发现鱼、虾、水虫等小动物接近，便会伸出前足捕捉猎物。然后抓住猎物以后呢，它用什么吃呢？它不像螳螂的那个主节式的嘴巴，你来看看，它的口器呢，其实很小哦，哈，在这里，哈，像一根铁钉一样啊，哈，也是一根吸管哈。这个刺吸式的口器呢，插到猎物体内去以后呢，开始呢从唾液腺里面分泌唾液出来，然后把那些猎物的肉呢、肌肉呢做一个初步的分解以后，就变成肉糜了。变成肉糜以后呢，他就用这根吸管呢，把那个汁液呢，把它吸到体内来。无脊型的红娘华行动力差，所以可以轻易的抓得到。但是接下来的这只虫活动力超强的，我得布下陷阱，投其所好，才有机会抓到它。我们说海滩呐、有逐臭之夫啦。你看哈、这个鱼啊，在这里呢，这么多的苍蝇呢，就围绕着这个鱼，所以很多的昆虫呢，其实是喜欢这种腐烂的动物所散发出来的味道。你闻到一定很恶心哈、这是一个虾笼，我用这个呢，希望能够吸引在水底下我捞不到的那些昆虫过来。等一下呢，我要的昆虫呢，它会沿着这个漏斗呢，一直往前去，想要去吃它要吃的东西。那最后呢，就会被困在这个虾笼里面了。我选择放的地方呢，你看这个水面哦，有很多的波纹哦，无风不起浪啊，怎么无风还是在起浪？这其实上面呢，就是有很丰富的昆虫在上面，
有可能有水敏啦，有可能有其他在水面上生存的小鱼啦等等，这一些呢就是这些水生昆虫呢它很重要的粮食哈，它很重要的食物，所以我把它放在它的栖地呢，然后又用它喜欢吃的东西来诱它，我相信呢可以抓到很多我想要知道的昆虫。之所以露出一节来呢，其实是希望诱进来的这些昆虫呢，进去以后呢，它还能够呼吸哦。如果说我把它沉在水里面呢，它进去了以后，哇，就窒息死掉了，因为呢，它没有办法跑到水面上来做换气的动作。经过了2-3个小时，我来看看陷阱里到底还有什么。有，我找到了。这只是大龙狮哈，你看它的体型呢，相当的大哈。这是在台湾里面呢体型最大的一个龙狮，而且它还会咬我哦，用那个大颚呢，现在夹在我的大拇指上面哦，很痛哎哦。你看这里面已经是皮开肉绽了，所以被它咬到的虫或小鱼根本没有办法活。它在水里面呢，其实是主动猎捕的哦。刚才那个红梁鹮哦，它只好躲藏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游泳啊。可是你看这只大龙狮哦，它其实后脚呢，上面这里呢有很多这个毛，这些刚毛呢特化了以后呢，它就像一个鸭子的蹼一样。龙狮是游泳高手，流线型的身体表面光滑，背面和腹面裂成弧形，可以减少水中阻力。加上它的最后一对足长着许多刚毛，又称为游泳足，外形好像划水用的桨，在水中划起水来更是利落快捷。龙狮喜欢吃死掉的东西，能把水中的腐败动物尸体清理干净，是水中的清道夫。龙狮的视力并不好，在水中大多靠嗅觉来寻找食物，因此闻到死尸的味道就会赶过来，用它们强而锐利的大颚咬碎食物，饱食一餐。除了灌溉用的皮塘，其他的净水域如莲花池也有许多水生昆虫的存在。现在我来到台南的官田这块湿地里面，我很惊讶的看到到处都是台湾萍蓬草，还有各式各样的莲花，还有满江红等等。我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小鱼呢，在这边游来游去。这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池塘。哇，这里有一个水菜，它蜕下来的壳。水生昆虫虽然躲在水里面，可是有的时候它还是会泄露它的足迹。比如说要羽化前，水菜呢必须要爬到水边的停水植物，或者是高立的树枝上或石头上，再脱一次壳以后呢，它就会变成蜻蜓了。我在岸边的停水植物上发现水菜蜕下来的外壳，相信在这个池子里一定可以找到它们。在这里面呢，有水菜，还有小鱼。这个水菜还真的是大只哎！蜻蜓的小时候生活在水里面，我们称它为水菜。水菜呢，最大的特征呢，就是它的口器。你看到呢，它有一个捕捉式的口器哦。我拿给你看，这个钩状的东西呢，是下唇特化而成的。它躲在这个水里面，当鱼游过来的时候，它就猛然的呢，伸出这个下唇出来。而且在这个末端里面呢，还有2个钩。这2个钩呢，一抓住猎物呢，它就没有办法再动弹了。接下来呢，它就把这个下唇呢一弯以后呢，就把食物送到这个嘴里面来。那平常不用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个下唇呢，就好像面具一样的戴在自己的脸上。所以平常不用的时候是这样，等到猎物过来的时候呢，它就伸出来拉长。莲花池里不仅能找到水菜，它们的亲戚豆娘的稚虫也有哦。你看，蜻蜓水菜外形粗壮，再看看它们外露的重要呼吸塞，蜻蜓水菜用直肠钗呼吸，这段粗壮的尾端就是了。豆娘水菜的外形就比较纤细，腹部末端的3片尾鳃是它们的呼吸器官，
方便它们在水中交换气体。除了这些造型迥异、呼吸方式也不尽相同的水中昆虫，我还要找出水生昆虫家族中难得一见会负责护卵的虫爸爸——父子虫。我找到父子虫了，你看父子虫，在这个莲花池里，我找到了自然界罕见的护卵雄虫——父子虫。到底是怎样的机制促使雄虫背着卵啪啪够？我的看法是，为了争取最好的孵化力下的演化策略。护子虫有个宽阔的背部，身体扁，呈现椭圆形状。护子虫之所以可以长时间待在水里，是由于身上长有许多细小的闭水毛，这些毛会在水中隔绝水，在身体周围形成一团空气膜，供呼吸用，并且在腹部末端更长有短小的呼吸管辅助其浮上水面换气，让它们在水里头克服了呼吸的问题。它们的后脚是专用的游泳足，表面的毛裂排成毛刷状，可以帮助游泳滑行。你看这个护子虫的前脚它其实是很凶猛的它这个前脚呢有一点像螳螂的捕捉脚，所以它是肉食的它捕捉其他的猎物。所以因为父亲很凶猛呢，母亲呢就把卵产在父亲的背上，它的后代呢就得到了保护。所以这是一种生物界里面的父爱表现在捕获猎物的同时，再以针状的口器插入猎物的体内，吸食体液。它们为肉食性，一般以小鱼、小虾、蝌蚪或水栖昆虫为食，相当凶悍。雄父子虫背着卵，不时会爬出水面，让卵呼吸，也会借着由抖动身体制造水流，来排除卵粒的代谢废物。碰到危险时，父子虫雄虫会赶紧躲到水中植物细缝中，甚至有的雄虫会奋力剔除卵块，先保全自己的安全。被丢弃的卵有时也会成为其他父子虫的食物，毕竟食物当前，还是抓得住进食的机会比较重要。一直到若虫孵化，整个卵壳脱落后，雄虫才结束背负卵、照顾卵的责任。台湾水稻田有16万公顷以上，大约有10万个棒球场那么大。较传统有机的耕作模式，可以维持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干净无农药污染的水稻田，正是各种水生昆虫的乐园。这些稻田的水呢，从远山流到山涧，然后再从山涧里面呢，经过灌溉沟渠，从上面的梯田一次一次的往下流。你看这样子的水流流动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生物呢，跟着在这个水稻田里面一起生活。在台湾，水稻田是重要的湿地。它除了供养水稻生长以外，还可以有很多的水生生物依赖水稻田而生。黄缘萤就是其中的一种。水质清澈的栖地是黄缘萤幼虫最喜欢的生活环境。黄缘萤幼虫身体长长扁扁的，体节分明，会在水底步行，搜寻猎物。当步行碰到障碍物时，会将头缩入前胸背板中，退缩后再渐渐伸出，头部放低，向左右环视，确保安全无虞后，才再次行动。若是遇到危险，黄缘萤幼虫也会将整个身体卷曲起来，保护自己。黄缘萤幼虫之所以能在水里生活，是因为腹部两侧突出的棘刺，也就是气管鳃的构造，让它们能够在水中呼吸。当然，它们最喜欢的食物螺也要源源不绝，黄缘萤幼虫才肯常住下来。幼虫主要的食物以淡水中的螺贝类为食。黄缘萤幼虫在野外也有15种螺类可食，但是却不喜欢捕食元宝螺或福寿螺。
幼虫只要抢得绝佳攻击角度，就会将麻醉液注入螺的身体。渐渐的，螺的身体已经被麻痹了。此时，幼虫会再分泌消化液，用强而有力的大颚夹着肉，让消化液能够充分的将肉分解。螺类一旦被数只黄眼幼虫围剿，轮番晋级的结果，肉质被分解成细浆状流质的肉糜，然后再吸入幼虫的体内，才算完成取食过程。如果吃饱了，或是吃不完，幼虫们还会扒着壳内休息，等饿了再继续吃。最后一龄要化蛹的黄眼蛹幼虫呢，会爬到水稻田岸边的这个田埂上面，然后呢，在那个泥土里面呢筑巢，然后在里面化蛹，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才羽化出来，就变成灰金钩。在环境生态好的时候呢，水稻田里面到处都是萤火虫在挥舞，所以有很多的歌谣都在唱灰金钩，灰金钩来救喽。所以以前呢，在传统耕作的这个农田里面呢，我们发现萤火虫呢是其中呢非常多的一种生物，所以以萤火虫的多寡呢，也可以用来判别这个生态环境是否受到污染。所以萤火虫也可以算是一种指标生物。黄眼蛹成虫前胸背板呈黄色，前翅黑色，沿翅沿有黄色细纹。晚春或初夏是黄眼蛹成虫大发生的季节，点点黄绿色的光是辨识它们的最大特点。若是以相机长时间曝光，就能记录下这些求偶讯号所串联起来的飞行轨迹。可以发光的水生昆虫很炫，但我还是心系在江湖销声匿迹已久的大田鳖。我有可能在台湾南部水稻田间找出销声匿迹10-20年，传闻中重现江湖的大田鳖吗？找到了，大田鳖，千山万水找它，站吧，我洗一洗好了。哇，漂亮的身影吧，重现江湖了，已经在江湖失散了几十年了，现在终于让我们找到了。大田鳖是台湾体型最大的一个水生昆虫。这个大田鳖呢，其实已经在台湾呢几十年来呢都没有人采集过它哈。没想到呢，今天在这片水稻田里面呢，还可以采到这个大田鳖。显然，富裕生态保护呢，已经在台湾呢渐渐看到成果了哈。大田鳖呢，它的前脚呢是捕捉脚，所以你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它吃什么吧？它其实是以水中的生物为食哦，甚至于青蛙它都会抓过来吃哦。怎么抓呢？就用前面这两只。好，前脚这两只前脚，你看它一抓过来以后呢，这个猎物根本没有办法走开，即使在我的手指头现在被它抓住了，根本就拔不开啊。好，它就像一个手铐一样，咔就紧紧的抓住猎物了。所以不管是青蛙啦，或者是其他的水生昆虫啦、虾子等等呢，根本没有办法逃脱它的手掌心哦。大田鳖在水生昆虫的世界里，地位就像是鳄鱼一样。意思是说，它在食物链的顶端，它不会咬人，而是用刺的。你看它吃鸡的口气正在插入我的皮肤，哎，会痛哎，很痛。不论是小鱼、小虾或其他动物，只要被它特化的捕捉足狠狠地抓住，那么要逃几乎难如登天。再被它那根细长、尖锐如针的口气刺，就更不用想活命了。它再把消化液注进去，肉都变成肉糜。等它吃饱了，猎物大概也被吸干了。它可以称得上是凶猛的水中杀手呢。大田鳖在水里面生活，靠什么呼吸？靠腹部末端这个呼吸管。你看这个呼吸管呢，平常的时候它是在这里，在水中搜寻猎物。如果需要氧气要呼吸的时候呢，它就伸出这个水面。然后这个呼吸管就凸出来了，然后吸了一大口气，又沉下去了，就在水里面搜寻它的猎物。
大田鳖曾经广泛分布在台湾全岛的池塘与农田里，但是因为环境的破坏、农药的使用等因素，10多年前已经越来越少发现它们的踪影。下回如果你也如我幸运的发现大田鳖，除了观察外，可别把它带回家哦，因为它的族群数量已经很少，必须我们加以保护。现在我把它放回去了，好，让它以后呢，在这一块水稻田里面呢，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回家吧。不论是河川源头的河床底，农田间的灌溉皮塘或沟渠，昆虫适应环境变迁的速度从来没有延迟过。昆虫本能的行为加上强韧的生命力，使它游走四方。然而，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系遭到破坏，它们也面临生存的压力。当人类可以做出选择，选择生态保育，选择生态工法，选择友善耕种，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和这些小邻居、这些有趣的六足家伙们一起悠游生存在这个美丽的环境里。下次和我一起来找虫，也一起来享受找虫的趣味。